我叫顾荣，是杀手榜的榜首，代号夜莺。但是我今天洗手了，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，成为江城黑道大佬的金丝雀。任务完成，我按下发送键，向组织汇报了进度。很快便收到了尾款到账的短信，还多了100万。手机叮咚一声，一条短信弹了出来，这是雇主额外给你的酬谢，很好。大方的雇主，我最喜欢了。每次完成任务后，我的内心都很迫切的需要一个热闹的环境，能让我感受到些许活气。于是在酒吧浅酌几杯放松一下，变成了我的习惯。舞池里形形色色的男女跳得疯狂，我坐在最远的角落里，小口小口喝着鸡尾酒。音乐有些吵闹，但还可以忍受。我正兀自出着神，周遭光线暗了暗，有人在我对面落了座，这脸我认识，江巡，明面江氏集团总裁，暗里则是江城黑道势力最为强劲的帮派掌权人。近几年风头正盛，称一句地下皇帝也不为过，也是我最喜欢的雇主。对，他就是多给了我100万的那个。只不过他怎么会找到我这里？杀手的真实身份组织严格保密，江巡不可能知道我就是夜莺。正当我思绪飞转之际，面前的男人打开钱包，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，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，目光透过玻璃镜片上下审视我。你长得很像我出国前的恋人，我很想念他，这意思是想让我当他的白月光替身。江巡居然是 gay， 还是个渣男。白月光刚出国就开始找替身，不守难得的男人。唾弃。我拿起那张照片，照片里的男孩眉眼清秀，对着镜头笑得很是温柔。就是左看右看都找不到哪里有跟我相似的地方。江巡大抵是眼睛有问题吧？是病得治。不好意思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我礼貌的回绝他，放下照片，准备起身离开。我有正经工作，而且我不喜欢男人。你可以喜欢，我调查过你。顾先生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务员。江巡取下眼镜，慢条斯理的擦了擦镜片，抬眸看向我，递过来一张烫金名片，上面清楚的印着江氏集团总裁几个字。辞了，专心陪我，我1个月给你500万，逢年过节另有红包。什么？我起身的动作硬生生止住了。多少？500万。1个月500万。什么渣男？哪里有渣男？这里只有我的金主。杀手这个职业看似很酷，来钱很快，实际上就是个累死累活的来的钱还要跟组织3、7分的高危险低收入职业。公务员则是组织上安排的明面身份，月薪3500。说白了，我们这些杀手就是给组织赚钱的，资本家都心黑。好啊，我很愿意。我笑眯眯的坐到了江巡旁边，自然的挽住他的胳膊。亲爱的，我们回家吧。洗完澡，我舒适的躺在江家别墅柔软的大床上，翘着2郎腿靠在床头，给顶头上司发去消息。钱从四面八方来，我不干了，我有新工作了，我跳槽了。我的顶头上司陆琪是随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人挺年轻，但是酷爱莲花，大到衣柜床单，小到水壶手提包社交头像，通通印着盛开的没开包的莲花。说实话，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审美，每次夸他的莲花好看的时候，都觉得我的良心在隐隐作痛。心平气和度过每一天。什么新工作？钱从四面八方来，当小情人。1个月500万，我1个月躺着一动不动都能有500万。杀手谁爱干谁干，反正我不干。心平气和度过每一天，心平气和度过每一天。你凭什么？钱从四面八方来，哥帅，你嫉妒不来？门被推开了，我将手机锡屏往边上一丢，抬头看去，男人身上随意披着一件纯白浴袍，腰间的带子没系，松松垮垮的垂落在一旁，露出小半紧实的小腹。
些许没擦干净的晶莹水珠顺着赤裸胸膛缓缓滚落，消失在浴袍的遮掩之下。咕嘟，看着他越走越近，我没出息的咽了一口口水。将许你，下一秒，温热的指尖落在了我唇上。嘘，他俯下身，缓缓朝我贴近。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秒，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，江巡该不会是想亲我吧？我惊恐的往后仰头躲避，如临大敌般用被子裹住自己。江哥，我卖艺不卖身的。江巡黑沉的眼眸注视着我，良久，他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了，砰的一声甩上了我的房门。完了，金主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我昨晚貌似得罪了金主，我很纠结。一方面是我的金主，另一方面是我守了22年的清白。没错，我是母胎单身。我自小生活在福利院，直到12岁时被组织选中带走。我的童年充斥着吃不饱穿不暖和没有尽头的训练厮杀，至于谈恋爱什么的，在组织内是不被允许的。更何况训练就已经够累了，根本没有时间谈。我连别人的手都没有牵过，更别提亲嘴了。还是个男人，我决定讨好一下我的金主，毕竟那可是我的摇钱树。根据我昨晚彻夜拜读的《如何抓住男人的心》来看，江巡这种霸总喜欢的一般都是小意温柔的居家贤惠类型。很好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温柔贤惠的居家好男人了。如何抓住男人的心？秘籍1：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必要先抓住男人的胃。我斗志满满的钻进了厨房，在厨房第 N 次传出焦糊气味时，管家忍不住了。看着黑不溜秋的煎蛋，我也忍不住了。顾先生，您想吃什么，跟陈姨说一声就好了。管家站在厨房门口笑得得体，没必要您亲自下厨的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我无奈的放弃了秘籍1，再次翻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。秘籍2：当男人下班回家之时，必是满身疲惫，此时务必主动上前体贴他们。但是江巡很忙，连着大半个月都没有出现。在江家的生活很是惬意，躺着净赚500万，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人在看我。我从一开始的积极研究如何抓住男人的心，到无所事事瘫在床上摆烂。结果有一天，江巡突然回来了。彼时我正瘫在沙发上吃薯片看着电影，听到外院一声声恭恭敬敬的江总，我飞快的收起薯片关掉电视。当江巡踏进大门，我快步走上前去，动作轻柔的为他脱下披着的大衣，挂到一旁衣帽架上。江哥，路上辛苦了吧？我艰难的回忆起前些日子看的东西，从茶几上端起一杯我早上喝剩下的茶水，递给他。喝点茶。江巡的目光不着痕迹的扫过沙发，抿了一口实际上已经冷透了的茶水。冷的，我急中生智，现在天气热，喝点冷的比较好，总不能告诉他那是我早上喝剩下的吧。江巡沉默2秒，放下了茶杯。你有心了，夸我。我陷入了思考，难道江巡正好喜欢喝冷掉的茶？一阵沉默过后，你在家天天都做什么？我斟酌了一下，看书、练琴。练琴？江巡似是来了兴趣，弹给我听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大可不必。这个，江巡已经起身朝着2楼钢琴室走去。怎么，不愿意弹给我听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我硬着头皮坐在钢琴凳上。对于钢琴，我只在很早之前某次完成任务时，为了接近任务目标略学了一些，如今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。一首磕磕绊绊错误百出的小星星弹奏完毕，我忐忑不安的抬头看江巡，却发现他正站在我旁边，低头十分专注的望着我，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缱绻，从未有人用这种眼神注视过我。窗外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江巡脸上，更平添了几分柔和，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我不自主看得呆了。很好听，江巡不知何时弯腰，与我挨得极近了。
他的声音响在我耳边，激起一阵酥麻。他重复道：“真的很好听，我很喜欢。”唇上一吻，是江巡侧头吻住了我，唇齿相贴的触感令我呼吸一滞。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像是推拒，更像是迎合。自从那个吻之后，我的心境就变得复杂起来。江巡依旧很忙，但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。每次回家后，晚上总喜欢搂着我入睡。我一开始有些别扭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他的温度了。他不在家时，我反而会不习惯一个人睡。我想你了，江巡给我打电话。我坐在窗边望向窗外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也有点想念江巡了。我也是，我小声说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愉悦的低笑，震得耳朵又是一阵酥麻感。晚安，电话那头道，做个好梦。晚安，我说。嘟嘟，电话挂断的忙音传来，我有些失落的将从耳边拿开。最近总是时不时想起江巡，想起那天那个眼神，想起那天唇齿相贴柔软的触感。我跟江巡亲了。我冲进卫生间，将冷水往脸上拍，试图压住面上的热意。这太奇怪了，江巡受伤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右臂缠着一圈圈纱布，隐隐透出鲜红的血迹。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，这是怎么弄的？不小心磕的。江巡抬起左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不用担心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他那张面色惨白的脸，着实让这句话没有什么说服力。但我没再追问下去。江巡在我面前的身份是江氏集团总裁，而我则是普普通通一公务员，所以他定然是不会告诉我的。夜深了，待江巡在我身侧睡熟之后，我小心的拉开他搭在我腰上的手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打开房门去了阳台。我联系了陆琪，帮我查件事，最近哪些势力在针对江巡？你那个金主，陆琪吊儿郎当的声音响起，你当了小情人之后，消息是越来越闭塞的。这段时间，青龙帮前帮主的二儿子当上了帮主，急着做出一份成绩，镇住那些个元老呢。联合了不少帮派，想搞垮江巡。火拼好几次了，这事儿闹挺大的。原来如此，我需要那个帮主的确切位置。你要帮江巡？陆琪的语气意味深长起来。顾荣，你该不会是给人当小情儿，结果当了真？喜欢上江巡了吧？我喜欢江巡？你想多了，我开口，我只是不想失业而已。江巡要是出了事，我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工作？那边的陆琪不置可否的笑了两声，地址发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挂断了通话，陆琪最后那两声笑得我心烦意乱。我喜欢江巡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只是不想失去躺着就能赚钱的工作而已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江巡？装潢奢华的大厅内，青龙帮众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。一声枪响，最后一名黑衣人倒在了地上，到处都是喷溅出来的刺目红色，空气中血腥味愈发浓郁。真是废物！谁派你来的？不要杀我，我可以出双倍价格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取出短刀，漫不经心的擦拭着，垂眼看向地上断了双腿的男人。青龙帮帮主陈玉，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金主？我蹲下身去，用短刀拍了拍他的脸，想跟你的兄弟们在地下团聚吗？锋利的刀尖划破皮肤，渗出血丝，男人瑟瑟发抖起来，一股难言的味道从他身下传出。我厌恶的皱眉，刀尖刺进了他的眉心。我慢悠悠从门口走出，然后与包围住整栋别墅的一排黑衣人和似笑非笑的江巡撞了个正着。江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江巡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好啊，你解释。我顺着他的视线低头，张了张口，绝望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合理的理由能解释我沾满血迹的衣服。我说我是被他们绑架来的，你信吗？我破罐子破摔地给他展示我的衣服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他们就打起来了，然后都死了。你看，血都喷我身上了，
我可害怕了，手腕一紧。江巡不顾我满身的血迹，将我拽进他怀里，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顾荣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，救命！马甲掉了，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”一路上，我试图寻找话题缓和气氛，但江巡根本不接茬。到家后，江巡给我找了套衣服，朝浴室方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我去洗澡。我脑子里正在思考，站在原地没动。江巡挑眉：“怎么？你想我给你洗？”我没有，我反应过来，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衣服，以最快的速度窜进了浴室。我抹了3遍沐浴露，在确认身上没有血腥气味之后，我穿上了江巡给的衣服。奇怪，怎么感觉大了1号？我擦着头发走出了浴室，坐在床沿的江巡一瞬不瞬的看着我。过来，待我走近后，天旋地转间，我人已经躺在了床上。江巡左手撑在我身侧。等等，江巡，你的伤？没关系。江巡呼吸有些重，手掌探进我的衣摆抚上腰侧，使了力气揉捏。江巡被他触碰过的皮肤传来强烈的酥麻感。我有些慌神，想推开他，却又怕触碰到他受伤的右臂。只是检查你有没有受伤而已，这么大反应做什么？江巡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刚刚那么危险，也没见你有多害怕。我想说他们不会对我造成危险，但江巡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。他贴上我的唇，舌尖挑开牙关入侵进来。江巡的动作有些粗暴，唇角被咬破了皮，淡淡的血腥气在口腔里弥漫开来。我几乎喘不过气时，江巡才放开了我，食指擦去我眼角被逼出的湿润。我突然有些委屈。他的白月光还在国外，现在这算什么？你那白月光还在国外，你要是想他了，你坐飞机去找他，别在我身上发现。我负气推开了江巡，抬起袖口，用力蹭掉生理泪水。江巡一愣：“我没有什么白月光。”少扯，你忘了你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的什么吗？你吃醋了？江巡肩膀抖动幅度越来越大，最后笑出了声。见我恼了，才连忙收住了笑。我真的没有白月光，那张照片只是随便找的网图，那只是一个让你跟我回家的借口。江巡拥住我，况且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顾荣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你才是我的白月光。我懵了。听完江巡的叙述，我难以置信的打量他。你是之前福利院那个小胖墩？印象里那个小胖墩是走丢的，警察将他安排在福利院暂住。福利院里的孩子都不是好相与的。我当时还没有被组织选走，是福利院的孩子王。院长婆婆将他领到我面前，让我多照顾他。我当时是不耐烦的，院长婆婆前脚刚走，后脚我就丢下了他。隔天我就在楼梯口看见一群小孩将那个小胖墩堵在了墙角，还以为你的父母会来接你回家。为首的孩子重重推了他一下，小胖墩的后脑勺磕在墙壁上，发白的墙灰落了满脸。别想了，他们早就不要你了。围住他的小孩们肆意的哄笑起来。我本不想多管，但小胖墩倔强的咬住下唇，面色发白也没哭。他们才不会不要我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才是真的不要你们了。眼看小胖墩就要被愤怒的小孩们殴打，我最终还是没能迈出离开的脚步。我说，各位，欺负我的人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顾哥，顾哥，顾哥来了！小孩们停下了手。我朝着外边抬了抬下巴。还不滚！小孩们如鸟兽散跑了。方才还倔强的小胖墩扑到我怀里，眼睛一眨，眼泪就扑簌簌落了下来。我不擅长哄孩子，他这一哭，我有些手忙脚乱，掏出口袋里前几天一直没舍得吃的院长婆婆给的糖果，剥开糖纸塞进他嘴里。哭什么？别哭了。那之后小胖墩就成了我的小尾巴，我走到哪他跟到哪。就这么过了几个月，一辆豪车停在院门口，下来了一个衣着华贵妇人，是小胖墩的母亲。
他接走了他。我也在不久之后被组织选中带走了。本以为此生都不会再有交集，那个小胖墩的身影也逐渐从我脑海里淡去了。未曾想江巡一直在寻我。江巡的耳垂红了，他不好意思的偏开脸。是我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小胖墩了。见他不好意思，我哈哈大笑。你记得吗？你之前还追着我屁股后面叫哥哥呢。我逗他，现在再叫声哥哥来听。现在不应该是轮到你教我了吗？江巡，你做梦呢？我是不是做梦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江巡的眼神往身后扫去。江巡，我面色涨红，你在想什么？别忘了，你右手有伤。那意思是伤好了就可以了？不是。你脑子里都是什么？我拉起被子盖住自己，快睡觉。江巡轻笑，在我身旁躺了下来。随即我就被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顾荣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跟我正式在一起吗？江巡认真的望着我。你喜欢钱，我现在有很多钱了，我可以养你一辈子，不要再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了。你怎么突然这么正式啊？我红着脸撇开视线。勉为其难给你个追我的机会，看你表现喽。番外我叫江巡，是江家掌权人的独生子，江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但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艳羡的身份。在江家，因为我是继承人，我必须完美无缺。在我摔倒时，我的父亲只会冷冷的看着我，斥责我的无用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江家要你这样的继承人有什么用？然而我努力的取得好成绩时，兴奋的跑回家，幻想着父亲会摸着我的头，说上一句好孩子，你做的很棒。事实上却只得到父亲淡淡的一句，这就开始骄傲自满了。父亲的标准只有更好，我永远都达不到父亲心中的标准线。我的母亲与父亲只是商业联姻，逢场作戏生下一个继承人之后，各过各的，鲜少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。就算见面，两人也都是客气而又疏离的。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一个商业联姻诞生的工具。他从不关心我任何，仿佛我只是个陌路人，而不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。我曾最为期待过被长长短短的摄像头对准的时候，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被我的父母牵手拥抱的时候。但我后来逐渐明白，那不过是在媒体公众们面前做个夫妻恩爱、家庭和睦的样子罢了。我便不再期待了。但顾荣不一样，在福利院的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光，因为有顾荣。顾荣总是嘴硬心软，他一边一脸不耐烦的说麻烦死了，不想管你，一边在我被其他孩子欺负时站出来保护我。糖果对于福利院的孩子来说是难得的奢侈品，但是很奇怪，每次我哭的时候，他总能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来，放在我手心里，说别哭了。顾荣走路很快，我跟在他身后，气喘吁吁的喊他：哥哥慢点，我跟不上了。顾荣每次都蹙起眉，露出点不耐烦的神色来，你怎么这么麻烦？但是他的步伐明显变慢了。顾荣给了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温暖。在被江家接回去之后，我曾回来找过他，却被告知顾荣已经被一对中年夫妇带走领养了。我当时只希望领养他的是个好人家，未曾想待我掌权江家后，动用所有人脉资源寻找顾荣时，才发现领养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年夫妇，而是杀手组织。昔日的少年也成了如今闻名界内的杀手夜莺。我无法想象这其中他到底吃了多少苦，受过多少伤，又遭遇过多少危险。我以雇主的身份给夜莺下了委托，让他来到了江城，打听到顾荣每次完成任务必去酒吧的习惯。我跑遍了任务地点附近所有的酒吧，最终在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坐在角落的顾荣。顾荣爱钱，正巧我有的是钱，砸钱让老婆心甘情愿跟我回了家。我洗完澡，故意将浴袍披得松散，打开了他房间的门。寂静的房间里，我清晰的听见了咽口水的声音。老婆好可爱，好想亲。这么想了，我也付出了行动，然后被他推开了。
他像是防狼一样，用被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。心碎了，是不是进度太快，被老婆嫌弃了？好吧。之后的1个月，我特意忍住了没有回家，只敢在晚上他睡着之后，偷偷躲在窗户后的看他，像是做贼。我受伤了，天杀的青龙帮居然偷袭我！我在私人医生那里包扎好了伤口，换下被涌出的血弄脏的衣服，拾掇干净回了家。听到他语气紧张的关心我，我面上一派冷静，内心快炸开了花。老婆心疼我了，这偷袭的太值了。等我跟我老婆结婚了，给青龙帮发喜糖。但是青龙帮没能等到发喜糖的时候，老婆在我睡着后，一个人去了青龙帮总部。身边没有熟悉的体温，我很快就醒了过来。在发现身边空了后，联想到他今天没有追问到底，我立刻猜到他是去青龙帮了。懊恼自己的大意，我以最快的速度纠集人手，赶往青龙帮据点。明知他是杀手夜莺，区区陈远还不至于能将他怎么样。在目光触及到那沾满血迹的衣服上时，我的心还是提了起来，生怕是他受了伤。在确认他没有受伤之后，我才放下心来。他还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夜莺了，还在试图解释。我就静静听你胡扯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夜莺了。怀里的人突然醒悟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当时多慌张？我忘记了。我面不改色，往深处顶了顶，嗓音沙哑。你确定这种时候谈这个事情？我，禽兽！身下人红着眼尾瞪我，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我低下头吻住了那双柔软的唇。夜还长，我们慢慢来。陆琪视角番外，我叫陆琪，是被骗进组织的。换句话说，组织里大部分人都是被骗回来的，小部分是聪明点没被骗，直接强行带回来的。负责招新的成员常用的套路，或假扮好心人寻街头流浪，或假造身份去孤儿院，以监护人的身份向挑中的孩童满口许诺光明未来。成功领养后，他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家是杀手组织，等待他们的不是无数次憧憬幻想中家的温暖，而是无休无止的训练和达不到标准时负责人的斥骂。这样的日子麻木的重复着，似乎永远望不到尽头。直到顾荣的到来，他训练从不叫苦，不论是枪击还是格斗，他的成绩都是我们之中最出类拔萃的。一次集体淘汰赛中，我被分为顾荣的搭档，替他挡了本该扎进他背部的短笔。结束后，顾荣为我上药缠绷带时，对我说：“你跟那个小胖墩一样蠢。”虽然我不知道他口里常提起的小胖墩是谁，但蠢肯定不是一个好词。于是我颤巍巍竖起了中指。随着年岁渐长，组织开始对我们下达任务。虽表面上说执行任务获得的酬金是跟组织37分，但高层担心我们有了资本就不受他们管控了，层层剥削下来，到手里的也所剩无多。我们这些杀手对于组织来说是好用且廉价的劳动力，消耗品。一次任务九死一生回来，没过2天又会被当牺牲品派出。曾经也不是没有过反抗，但结果足以让所有人缄默下去。但这个所有人里不包括顾荣。我一开始是反对的，奈何劝不动他，只能跟他一起干一票大的。我们秘密鼓动了很多人，一场近乎完美的策划。1夜之后，管理层全军覆没。我取出正中组织首领眉心的子弹，正式接管了组织。我集合了所有人告知结果，想脱离杀手身份的人，组织会帮忙伪造新身份，放其离去，自愿留下继续当杀手的。组织会负责接洽工作和发布任务。顾荣选择了留下，他说想攒够钱去寻找当年那个小胖墩，看一眼他如今过得好不好。还真误打误撞让他找着了。不对，应该是在江巡的精心计划下重逢了。江巡为顾荣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两人身着一黑一白西装，迎着光缓步走入大堂中央。
我喝多了，哭着扯江巡的袖口，让他对顾荣好点。江巡认真应下，顾荣嫌弃的扒开我的手，示意朋友将我扶回座位。昏昏沉沉间，耳边模糊响起司仪透过话筒扩散的声音：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你是否愿意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？我愿意。